Hello，大家好。这一期的话，我们来看巴德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现在的辅助的话，有一些偏软一点的辅助了，不像这种娜美或者露露这种英雄的话，像米利欧啊、巴德这种软控制，但又能扛一扛的，都会选择做那种输出装了。现在就是不是输出装，是那个肉装。像洛这种呢，就直接做了输出装，是比一些英雄啊，就是怎么说呢，还是现在的射手需要有一些辅助啊，出一点肉帮忙扛一些伤害。前期消耗的话，巴德消耗能力是有，但不多。但对面因为选的是小炮这种一级，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线能力，所以对面选的洛也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这种洛是最恶心的，为什么？为什么恶心呢？因为他的二技能不乱交。如果乱交的话，这种洛反倒是可以反打，就是抓住机会可以打他。你在他不交二技能，你根本就没有打他的那个机会。但到了1分多钟吧，这里的话抬了一手，但反倒是看没有，这里就是如果你乱交 W 技能的洛，对面就有机会来找你。这里面刚好对方打野是在这边1分半嘛，所以可能就刚好刷完那个，再刷那个石头。这样的话，诺手没有闪现。像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祭坛的话，可以放在塔这边，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回头可以去吃已经升级好的那个祭坛。祭坛是在那个时间段内，只要你没人去吃掉，或者说被敌人踩掉的话，就可以恢复更多的血量。这里直接金身上去，给了个大招，但效果还行。过来，猴子在后面的，所以这边拖住对方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医血塔是有了。接的话在中路露头了，那说明没有打算过来打。这里对方控制，但打野没有跟哦。如果打野跟了的话，打野是这个辅助是跑不掉了。这个洛不知道在干啥说不定是在那测试灵敏度是吧？不过说实话，刚刚那个位置对面诺手的话，好像是也跟不了，太远。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捡一下这个被动啊。
有这被动还是挺好的。但这里大招空了，可以强行来换对方，有引燃的，然后再做传送阵跑路。哦，被减速到了，立刻跑。这里抬到被勾回来吗？哦，吃到 Q 了，对方诺手直接闪现接 WP， 这样的话又帮队友拿到了一个人头，那是血赚的呀，因为对面是大人头，对面诺手还挺肥的。这个落很灵活，这种落就是一看就是你想对线的时候看对方是不是高手，这个落的话你就看他会不会乱交2技能。这猴子的话好像还没有太多的机会，这里再卡一个起身闪现，就是利用这个大招的，然后无法走位。但这里面没有杀掉，前期的维克托伤害太低了，所以并不是很好。这里利用那个先锋，就是用大招规避掉对面先锋的撞。只能在后排，前期没有出肉装，所以尽量在后面打一下输出，补一下伤害控制就行了。打个控制。有机会 A 死对方，落抬起来了，交闪现，不给天使收人头，给天使收人头还是挺麻烦的。对面这样闪现过来，对面还有大招，这样的话可惜了。对面没有先锋了，这个终极塔的话其实没那么好拔。劫在落在这，我还以为劫在这呢。劫在上路。大招拖一下，但跑不掉了。但拖的时间够久了，队友赶过来了。猴子的话跑不掉了。猴子打野的话，肯定是会做那个输出装的。这里的话，指挥队友。猴子的话，全程感觉都没怎么抓过人，所以指挥让队友跟巴德绝猴哥这边的一个节奏。这里有个辅助的。这里打个减速，落没推对棒了。
一个减速，直接配合猴子收掉这个辅助。这里穿过来，继续用被动去给对方减速。这里大招命中以后，找个好的角度，一个 Q 晕住。这里面2个大招直接把天使给融化了。这就是巴德的那个在找机会的一个时间点。然后这边找节奏找得很好，但是被拉进去了。其实不拉进去还好，这边拉进去的话，但晕不到了，可惜。洛这边抬了一手。射手的话，因为杰没有大招的话，射手完全是打得过的。这里有大招的，这里大招定住2个，先晕住，没有眩晕，他的眩晕必须得命中2个单位才可以眩晕了。这里的话晕住了，这里传送过来，再晕2个，维克托的话输出差点死了，对面天使很肥，哇，这里一空了。这中单以为会直接会在那边，但没想到旁边有个野怪，那这样的话杰复活了，打不了。大龙坑的话应该是放了眼的，所以偷龙是不怎么理智的。杰往上路走了，这里大龙，这里视野都没有。那第一条龙的话只能守了，但还好啊，第一条大龙对面手不是很长的话，其实没办法去推，作为一个推进。对面直接抬。下路出事了，这里直接接平 A， 但中单又死了。这里的话，防御塔找机会，但这边控制对面打得很足，落手的话秒不掉哦。上路家都快没了，这中单好像是被洛直接找机会抬掉了。对面洛也是很聪明，跟那个什么辅助一走，他就闪现过来，直接大招。那这把的话，可能要赢得很艰难哦。像肉巴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找机会哈，然后受点伤害也没关系，只要不是那种这里诺手勾过去又控制那种，这里利用这个跑有大招的闪现拉开，但还是被劈了。但这样的话，对方跑到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也没那么好跑了。
这边劫的大招被规避了，但好像还是活不了。对面掉了打野的话，其实打不了他大龙的。对啊，刚刚那个诺手啊，一直追，旁边连个队友都没有，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方也教了很多技能在辅助这里面。能换人头是赚的，但只不过这边又多送了一个，就比较亏了。铁男掉了点，差点就是这种状态是打不了架的，所以小龙是拿不到的。这里的话，大招开了个很好的机会，先杀小炮，小炮被晕了，拉开武器，那个猴子跟过去了，但这里天使有大招，这样的话杀完可以往后撤，因为人数是全的。这样的让回去一个，把兵线清完，然后直接来拿大龙。天使没有大招的，但好像追不上。劫的话还是太灵活了。对面有王冕的，所以这个大招是控不住他的。哎，但这里控住两个，天使在这晕住。两个人都跑不掉了，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大龙。这就是啊，绝活哥的那个临场的一个大招决策。哦，这里面的话，他选择了做王冕，反正最后一件的话看情况咯。如果说队友差输出，你可以补个面具也可以；如果没有破盾的话，就补个破盾。所以这边最后一件也是随机的。这么诺手这样子上的话，直接控到死。弱的话直接冲过来，反倒是被杀掉，有金身。那这样的话直接可以一波了。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局的巴德。哎，这里的话来到了第二局，这里的话出门还是选择带圣物之盾。扫描的话，为什么会带扫描呢？因为有这个僵尸守卫啊。哦，没有控到，对方回头走位，这样的话有点亏了，不能吃到他的 Q， 吃到 Q 的话就可能会打不动了。哎，这里 A 一下，没有想着 Q。这里 Q 的话没有延展到那个后方，比较可惜。刚刚要是控住娜美的话，还是可以刷的，不过距离确实有点远。这里有回血，所以前期强行跟对面耗血是好的。这里打一个那个什么，直接上引燃烫死了。Q 技能打了个电刑，直接把对面秒残了。3级了。像刚刚击杀对方是辅助的话是没有那个
就是队友射手没有吃到经验的，所以单独吃了这个人头的经验。像你1级能拿到人头，优势并不是说啊这个钱是第一滴血肯定是有优势，但更大的优势是你在线上的经验是比对面大一截的，所以你永远都是啊有优先权。这里的话，等一手 CD 鞋，有一点哈，像对面娜美的话是致命节奏娜美，也就是这位绝活哥当时发明出来的。像打架的话，这种打团的话，或者说节奏的话，基本上高手之间的话都是差不多的节奏，只是看队友是怎么样子的。这里的话，金身命中，但对面直接交闪现，必须这边也要交闪现拉出来，因为没有兵线进去。有兵线的话就不至于这么狼狈。现在我发现有个点哈，就是玩之前是各种秒嘛，然后就是竞技性也没那么说现在这么可以拉扯。以前就是各种秒的话，然后辅助方面就是说辅助的玩家或者说绝活哥去开直播的话，就没有那么舒服，就是没有那么多流量。那现在的话，辅助上面发现开始辅助的那个直播也开始变多了。这里反向跑路，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避免杀完队友以后是那个诺手可以继续去压制这个射手，然后打出血怒的话，有可能送的更多。这里的话，买救赎为什么很多都选择做救赎呢？因为救赎可以一有奶量，就是给一些就是队友的话，哎，这里的话大中2个，一个 Q， 但是被打断了，晕住了，但也是被对面控制抵消，这边也打了个控制。这种刚好过来给个大招，这里绕到后排打个电袭，队友补上伤害，收掉人头。就巴德这种可以看就是技能可以无视一些地形，所以就很离谱，机制很好。像对面做巴德的门的话，是会被看到的。这里的话要开始龙团啦，对方应该是在的。这边先开，双人路有优势，所以是优先拿上那个小龙。
对面放先锋的话，又可以利用这个。对面要冲啦，刚好抵消掉，这样的话撞不出来。这就是巴德的恶心之处啊！上一局大家看到了吧？这一局又有。这里闪现 Q， 但伤害并不是够。哦，对方一折闪现过去喷死，这龙王杀心好重啊！这里的话，对方在做传送阵，对方直接闪现 Q， 收掉巴德的人头。对面说看到这巴德都讨厌。对方要是赶过来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大招留住。哎，这里的话留住了。对方娜美，说实话不知道在想什么，这种都敢在这里待着，射手又不在。这里传送到后方来，直接没有定住。要是定住的话，天使也得死。这里龙龟闪现嘲讽。我拉过来，直接关进去，啊，他穿不了，终究还是敲死了，因为路的尽头是那个圈外，所以不给穿墙是吧？哦，之前有个 bug 就是可以穿过去断回来，穿过去断回来。现在不给了。尽量团战之余是吧，把被动减一减。我感觉这绝活哥玩这个巴德玩的好欢乐。这里的话，但好像队友都在其他地方。怕对面后排后面藏着有人，不敢大招直接打。这里的话，诺手想上吗？直接大招定住的是天使，只定住一个，有点可惜。这里龙王还是射手被拉进去了。哦，是龙王拉进来以后没有闪现跟到龙王的那个过墙了。反倒是天使被卖了。哦，巴德直接对是吧？那叫什么？这叫欺软怕硬是吧？看到残血的就无脑向前，平 A 就完事儿了。对面铁男就来找巴德了。
但是这里有个那个谁，有个诺手这里传送过来，再回身一个 Q 跑掉了，这手速好快哦。还有周杰伦的，哎呦不错哦，太嘲讽了。巴德这英雄确实很灵活，各种跑来跑去的，而且吃到那个被动的那个时候，他跑的移速又特别快。哦，这里的话选择做了双生花，因为对方的法术伤害并不是很高，只有那个天使有点混伤吧。哦，应该混伤，不，天使应该是还是法术伤害，但对面好像并不是很高的那个伤害。这里控住一个天使漏过去了，但蛮王的话也救不活了，在中路消耗一下。龙龟也很肉啊，两路塔高破。Q 的话，尽量是让对面追过来的时候 Q 出去，这样的话命中率会高很多。哦，好像上路有机会，这里又是找到这个诺手，大招封对面走位也算是封住了吧，控住。哦，这里被劈了，龙王过来，一个大招打了一个超级满的 AOE 伤害。哇，又喷死一个，这龙王太凶了，又喷死一个，这龙王太强了。这东丹估计也是个主播。好，那这样的话，这局比较轻松的给拿下了。可以看得到，巴德是全程是在那做事儿的。好，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